白小纯站在通往万星彩虹的传送阵旁，排着队准备登上传送阵。等待的过程中闲着无聊，于是抬头遥望彩虹，看到了那3成区域内密密麻麻的星辰。他来星空道集宗也有一段日子了，对于星空道集榜也了解了不少，知道但凡能有资格在上面升起星辰之人，都是天骄之辈，任何一个都可以享受比寻常弟子多出太多的资源与优待，甚至各个堂内会有一些物品，对于购买之人有限制，唯独排名进入多少位后才可兑换。这种试炼充满了危险，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去挑战。白小纯哼了一声，他也听说了这星空道集榜内存在了7层试炼，而每一层试炼都具备一定的危险，甚至每年都有弟子死在里面。可虽如此，但闯榜挑战之人还是络绎不绝。这里面也与星空道集宗对于此榜的奖励有很大的关系。但凡升起星辰者，不但日后获得的资源不一样，更是在有一定特权的同时，还可在升起星辰后一次性的获得不少以贡献点无法卖到的珍稀之物。白小纯目光扫过那7层彩虹的颜色，最终落在了最高的紫色上。看着那里仅有的8颗星辰，那种高高在上、被万众瞩目的感觉，让他这里有些不服气。排名第一的是白小纯，目光落在紫色彩虹内最巅峰的一颗星辰上，随着凝望，慢慢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名字：赵天骄。白小纯睁大了眼，被这个名字震了一下。他从来没见过有人的名字居然如此霸气，忍不住酸酸的嘀咕起来：没我的名字好。白小纯又看向排在第2位的星辰，很快的，他的脑海里再次浮现了一个名字：左道。白小纯吸了口气，内心再次酸了起来。什么破名字，还旁门呢？白小纯忍不住又看向排在第3的星辰陈月山。白小纯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女修，正要继续看下面的那些星辰时，身后有人催促。这处传送阵通往万星彩虹，平日里来往之人不少，此刻看到白小纯在那里站着不动，后方之人就催促起来。白小纯连忙收回目光，此刻排队到了他这里，迈步间走入传送阵，刹那消失，出现时已到了万星彩虹上。虽是首次到来，可白小纯准备了很久，甚至还在降魔堂换取了万星彩虹的地图。此刻出了传送阵，立刻按照地图所标记的地方立刻飞去。一路上他看着万星彩虹，此地的修士不少，来自下方第3层的4域彩虹，有的是去修行之地，有的则是直奔星空道集榜，挺热闹啊。白小纯有些诧异，此地比空域彩虹要鼎沸很多，甚至白小纯还看到了一些摊位，居然有弟子在这里摆摊贩卖物品，来往交易之人还挺多。每一处修行之地竟都有不少人在排队等待，甚至有的修行之处居然有数百人等候。白小纯首次到来，很是新鲜的一路看去，渐渐的来到了他要修炼人山诀所需的地方。此地是一处山谷，里面杂草众多，很是萧条。入口处有一块青黑杂色的大石，上面盘膝坐着一个中年男子，此人尖嘴猴腮，偏偏肤色又黑，坐在那里时，远远一看，如同一个穿着衣服的猴子。白小纯眨了眨眼，靠近后不由得多看了几眼，越看越是心惊。他明明可以感受到对方是结丹修为，可却看不出深浅，似在这中年男子体内存在了恐怖的让白小纯吸气的力量，但偏偏被压制在内，无法散出。可白小纯有种强烈的预感，一旦这中年男子出手，将其体内那恐怖之力散开，甚至与元婴一战都不是不可能。星空道集宗内的确恐怖，这么一个守在此地之人，居然都这般强悍。白小纯吸了口气，可很快就发现此地极为冷清，竟无人在此排队时，白小纯还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仔细的辨认地图后，才确定修行人山诀的地方就是此地。落花谷在右侧，青崖峰在左侧，碧水潭在后方，五印石在前方。在白小纯辨认时，那坐在大石上的中年男子双眼睁开，淡淡开口，他声音尖锐，听起来很是刺耳：啊，这位师兄，在下要去的是万山谷。白小纯连忙开口：哦。中年男子一愣，仔细的看了看白小纯后，双眼内突然露出了惊芒：你修炼了人山诀？白小纯赶紧点头。中年男子笑了笑，看向白小纯时，目光柔和了不少，右手掐诀向着一旁山谷一指，顿时山谷震动，虚无扭曲间，竟从地面伸出了一只巨大的石手，此手足有10多丈大小，缓缓升起时弹开，4等人踏入。好久没看到有人能修炼人山诀了。中年男子看了看白小纯，又道：人山诀不是功法，而是神通，讲究的是化身成为山人，从而具备无上之力，分为4个层次，分别是人山、地山、天山以及最终的仙山。而修行的关键则是容山，山有灵，这山谷内有山峰无数，你要去选择一个与你有缘之山融合，感悟山灵，若能成功，就可施展人山之力。中年男子指点一番，话语落入白小纯耳中，让白小纯内心一震，很多对于人山诀内不理解的地方，此刻豁然开朗。他神色立刻肃然，抱拳向着中年男子深深一拜：多谢师兄指点，
不知师兄名讳，可否告知？你可以叫我石山。中年男子微微一笑，不再言语，而是重新闭目，继续坐在那青黑色的大石上，如同一尊石猴。白小纯再次抱拳，这才深吸口气。踏入山谷入口伸出的石手上，就在他踏上的刹那，这石手猛地握拳，将白小纯笼罩在内后，迅速没入大地内，消失不见。随着石手的消失，山谷恢复如常，不再模糊扭曲，露出的景象依旧是萧条。白小纯眼前一花，耳边传来轰鸣之声，这一切很快就消散。当他的眼前重新清晰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居然到了一处陌生的世界内。此地天空青色，可下方的地面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云海，能看到一座座山峰竟耸立在云海之上，看起来很是惊人。甚至他还看到了一处山峰，高大无比，站在他的位置，抬头看去时，竟看不到尽头之处。万山谷，白小纯精神一振，环看四周后立刻飞出，按照他对人山诀的理解以及石山的指点，开始寻找与自己有缘之山。到底什么才是有缘呢？白小纯对这一点有些迷糊，迟疑了一下，喃喃低语：莫非是看着顺眼？白小纯飞在云海上，目光在一处处山峰扫过，不断寻找看得顺眼之山。在白小纯这里于万山谷内前行时，在外界空域彩虹上，宋缺盘膝坐在洞府内，他的双目露出强烈的精芒。终于到了结丹的这一刻。宋缺深吸口气，在四周布置阵法后，将自己要结丹之事告知自身所在堂口，这才取出一枚辅助结丹的丹药，一口吞下，闭目打坐，尝试突破。在宋缺尝试结丹的半个月后，陈曼瑶也冲击结丹境。随后又过去了20多天，神算子一样开始冲击结丹境。除了张大胖与在空城内的徐宝才外，这几个跟随白小纯来星空道集宗的护道者全部都开始结丹。除了这3人本身就有很深的底蕴外，更与星空道集宗内这处于源头的惊人的灵气有很大的关联，甚至陈曼瑶与神算子还与在青龙会内那数不清的贡献点的堆积也有干系。此刻厚积薄发，全部尝试突破。张大胖那里虽落后于3人，可他之前的修为本就不如这3位。不过在空城时，白小纯重点照顾的就是张大胖，海量的贡献点不断堆积下，张大胖此刻的修为竟达到了筑基大圆满。结丹之期指日可待。在这白小纯的护道者陆续闭关，试图去突破筑基，踏入结丹境时，白小纯在那万山谷的世界内正不断的前行，寻找与他有缘的山峰。到底哪座山与我有缘啊？白小纯头痛，在这云海世界内看着四周无数的山峰，每一座山峰在他眼中虽有大有小，可却看不出缘分所在。白小纯有些纠结，漫无目的的飞行，也不知过去了多久，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正要随意找一座山峰融合时，忽然身体一震，看到了在远方的云海中，居然有一座很特别的山峰。与其说是山峰，不如说是雕像。这雕像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石人，仿佛战死，单膝跪在地上，右手却抬起，似要抓向天空，表情模糊，看不清晰。可其双目之处，似乎有一种震慑心神的气息，让白小纯在看到后，心神强烈的震动。他仿佛是耳边听到了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咆哮，似乎隐隐的看到了一幅画面。那画面里，这石人仿佛要将苍穹撕开，与邪族有些像啊。白小纯深吸口气，飞快靠近这雕像山峰。渐渐临近后，他立刻就感受到了来自这雕像山峰内的一股让人心神颤抖的威压。这威压扩散四方，使得白小纯呼吸急促，他的双眼慢慢明亮起来。莫非这就是与我有缘的山峰？不然的话，我为何能看到它？为何能感受威压？这一切不正是说明我们有缘吗？白小纯激动起来，正要继续靠近时，他储物袋内小乌龟露出头，轻蔑的嘀咕：什么有缘？这雕像所在之地是这里的中心区域，只要是来人都可以看到。至于这威压，只要是还活着的生命都可以感受到。小白，你不要自作多情好不好？你闭嘴！白小纯怒道，没再理会小乌龟，直奔雕像，很快就踏在了这雕像的手上。越看越觉得与血祖相似，于是赶紧盘膝坐下。这雕像与我有缘，一定是这样。白小纯干咳一声，双目闭合，铁了心要与这雕像山峰融合，完成他的人山诀的修炼。1天后，白小纯睁开眼，目中带着郁闷。他发现自己尝试融合了1天，可这雕像山峰却没有任何反应。山有灵，白小纯挠了挠头，继续闭目。这一次坚持了3天，再次睁开双眼时，他郁闷更多。真的有灵吗？我怎么感受不到？白小纯沉吟片刻，再次尝试起来。就这样，时间流逝，白小纯也不知道自己尝试了多少次。渐渐的，这雕像从毫无反应，慢慢的在白小纯的坚持不懈下，似乎出现了一些不同之处，隐隐的，仿佛在白小纯的心神内形成了一层层涟漪的波纹。可仅仅是这样还不够，白小纯发了狠，咬牙继续。2个月后，空域彩虹内，宋缺闭关之处，一声惊天轰鸣蓦然传出后，一股结丹的气息骤然爆发开来，
扩散四方，使得云雾缭绕，甚至还引起了很多人的惊讶。一声长啸从洞府内传出时，宋缺的身影一晃之下，赫然出现在了半空中。他的目光炯炯，如蕴含星辰，全身宝光流淌，修为之力扩散，一股结丹境的威压更是随之散开天地。他的体内此刻8层灵海全部结晶不说，更是收拢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枚地丹。且他的地丹是8层灵海形成，其底蕴之深，威力之大，足以让他在结丹的这一刻踏入强者之列。我宋缺等这一天已等了很久，终于结丹。宋缺仰天大笑，激动无比。白小纯，很快我一定可以超越你。宋缺目中露出期待，飞回洞府，立刻去稳固修为。在宋缺结丹不久，陈曼瑶、神算子2人经陆续的结丹成功。此事若放在逆河宗内，必定引起很大的轰动。可在这星空道极宗内却并非如此，结丹境在这里太过常见了。毕竟星空道极宗的弟子太多了，且势力范围也太大，可以说整个东脉修真界尽在星空道极宗的掌握之内。如此一来，这里就是强者聚集之地，区区结丹自然不会被人太过重视，除非是踏入元婴，因为元婴修士在东脉修真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方霸主。虽在这里晋升结丹不被太过重视，可神算子以及陈曼瑶2人都在这振奋中，对于修行更为狂热。与此同时，此刻的白小纯还在万山谷内的那雕像山峰上郁闷的一次次尝试，怎么就不行呢？又过去了半个月后，白小纯觉得自己要崩溃了。他到了现在都无法与这雕像山峰融合，只是略微感受到了一点这雕像山脉的灵罢了。按照这个速度，莫非我要在这里感悟个数十上百年才可以？白小纯抓狂。他来到星空道极宗后，也曾查询了人山诀，知道星空道极宗内有300秘法，其中这人山诀更是排在前10之列。只不过古往今来，似乎也没几个能修炼成功的。此功法的艰难之处在于感悟，故而或许有的人顷刻间就能修成，可有的人往往一辈子也都无法成功。不练了，这也太难了。白小纯气闷地站了起来，看了看脚下这雕像山峰后，他哼了一声：就算没有学会人山诀也无碍，我有水泽国度，我还有引力赤力。白小纯不服气，引赤之法他也研究了好久，每次修行之余都会在手中尝试凝聚引力赤力的小球。如今感悟很多，按照他的判断，距离自己完全将其掌控为时不远了。至于水泽国度，那更是白小纯的杀手锏。他向着虚无一步走出，站在天空上，虽在心底不断安慰自己，可还是很郁闷，不甘心的回头看了看那雕像后，白小纯长叹一声，这才放弃，远远离去。很快的就离开了万山谷。当他从谷内的那只大手上走出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如石猴般的中年男子，竟如数月前白小纯进入山谷时一样，坐在青黑大石上，就连姿势都没变。人山诀的修炼，没有人能第一次融合就可以成功，10次以内都算具备资质。中年男子睁开眼，看了看白小纯，淡淡开口：人与山容，须忘己，再望山，而后苏醒。你就是山，山就是你。听到中年男子的话语，白小纯脚步一顿，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抱拳离去。一路回到了洞府后，他盘膝坐在那里，还在思索石山的那句话。可没过多久，他双目开合，看向洞府外，目中露出一抹精芒。居然结丹了！不多时，一道长虹从远处天边呼啸而来，很快临近后，化作了一个女子的身影。这女子相貌绝美，穿着黄色长袍，这黄袍弟子的衣衫，在她的身上居然穿出了婀娜多姿之意。白师兄，此女正是陈曼瑶。她巧笑嫣然，站在白小纯的洞府外，轻声开口，正要继续话语时，洞府大门打开，白小纯嘴里啧啧有声的从里面走了出来，绕着陈曼瑶看了一圈，直至看得陈曼瑶都有些脸红的避开后，娇嗔起来：白师兄，你干嘛？几个月没见，恭喜夫人结丹。白小纯收回目光，调戏一声。这夫人之称是之前在下方空城时，陈曼瑶眼馋白小纯那里海量的贡献点，自称而出。可眼下听到白小纯这么开口，陈曼瑶的脸红了一下，但很快双眸内就露出一抹勾人的神采，竟主动靠近了白小纯。白师兄，只要你答应人家一件事情，你想要怎样都可以。陈曼瑶吐气如兰，在白小纯的耳边轻声开口。什么事？白小纯咳嗽一声，目光快速扫过陈曼瑶身上的凹凸起伏之处。这件事很简单，你只要加入我们，免谈。没等陈曼瑶说完，白小纯立刻摇头。此事陈曼瑶也不是首次提起了，之前在空城时，陈曼瑶也曾暗示过几次，可都被白小纯拒绝了。通天河的宗门是正统，而蛮荒是逆贼。我白小纯出身名门，背景大到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程度，岂能加入逆贼之列？白小纯内心傲然，这些事情还是他从陈曼瑶那里知晓的，他早就琢磨清楚了，加入逆贼那可是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的事情。或许未来有一天你会感兴趣的。陈曼瑶微微一笑，
没介意白小纯的再次拒绝，话锋一转，继续开口：“对了，白师兄，这一次我来是要告诉你关于杜林飞的线索。”白小纯猛地抬头，目中有金芒刹那闪过，看向陈曼瑶。陈曼瑶掩口一笑，双眸内带着妩媚，看出白小纯关心这个消息，没有去顾左顾右，而是轻声开口：“根据我的多方调查，还有大量的线索，虽还不知道杜林飞的确切所在，但能肯定一件事情，你的杜林飞就在星空道集宗内。”白小纯沉默，可目中的金芒却再次闪动。“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此事我还在继续探查，等有了具体的消息，我会告诉你的。不过，或许这杜林飞已经知道你在星空道集宗，也说不定。”陈曼瑶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转身一晃，迈步离去。直至陈曼瑶走后，白小纯站在洞府外许久，他看着天边的夕阳，看着整个苍穹慢慢沉浸在黄昏中，看着那浩荡的金色大海，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直至1个时辰后，白小纯深吸口气，将这件事情埋在了心底，回到了洞府内。白小纯闭目打坐，对于寻找杜林飞，他已没有如当年那样的执着了。可数日过后，白小纯发现自己无法心静，有杜林飞的原因，也有人山诀的缘故。中年男子石山的话语总是在他的脑海浮现：忘记，忘山，而后苏醒。我就是山，山就是我。白小纯皱起眉头，这句话他理解，可关键之处就在一个忘字。忘，说来容易，可真正做起来却让白小纯摸不到头绪。怎么忘啊？入定？那玩意也不是说能入定就立刻入定，要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能说忘就忘，那就好了。白小纯发愁时喃喃低语，刚说到这里，他忽然一顿，目中露出古怪。说忘就忘，白小纯舔了舔嘴唇，双眼亮了一下。他想起了自己的致幻丹，吞下后的确是可以让人产生幻觉，甚至忘记了自身。对啊，白小纯一拍大腿，顿时振奋，起身后在洞府内走来走去，不断的思索后，他从储物袋内拿出一枚致幻丹，仔细的看了看后，有些迟疑，想起了那些吃下致幻丹的修士一个个古怪的表现后，白小纯很担心自己吃了致幻丹也会如此。不行，这是给自己吃的，务必要谨慎，要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调配一番才可。白小纯沉思少顷后，立刻冲出洞府，直奔降魔堂的兑换物品之处。此地负责兑换的降魔堂弟子一看到白小纯到来，立刻就脸上露出微笑，连忙恭敬拜见。白小纯是这里的常客了，每次到来都会带走大量物品，且有不少都是赊欠。这种事情在降魔堂前所未有，使得这负责兑换的弟子印象极为深刻。再加上之前整个降魔堂出动之事，使得白小纯在降魔堂内名气极大。要重新炼制一下，炼制出一枚完全适合我，且没有任何危害，说忘就忘，说醒就醒的丹药。白小纯越想越有道理，他身上贡献点众多，很快就在降魔堂内换走了大量的药草。这些药草每一株都很不俗，可很快的，白小纯就双眼一缩，他看到了一株没有花朵，却长着7片叶子，可每一片叶子的颜色又不同的灵草。在看到这灵草后，白小纯立刻吸了口气。七色雾海草。白小纯眼中露出明亮之芒，这七色雾海草，他当年在灵犀宗的一枚玉简上看到过描述，知道这是一种可产生幻气的灵草，对于炼制迷幻之类的丹药有奇效，且搭配之后对身体没有任何危害。这药草我要了。白小纯振奋地一指七色雾海草，可那负责兑换的弟子却苦笑起来。白师兄，这个购买这株药草，宗门有限制，只有在星空道集榜前1000名的弟子才可以买走。啊！白小纯一愣，看着这株药草，他迟疑了一下，可心动之意却无法压制，于是立刻飞出，直奔降魔堂大殿。一路上，所有降魔堂弟子在看到白小纯后，都一个个神色恭敬。往日里，白小纯一定会耀武扬威，可眼下他着急，一路飞奔，很快就到了降魔堂大殿。堂主，白小纯求见。还没等进大殿，白小纯就立刻高呼。守护在大门前的正是云道子，他一看白小纯，立刻脸上挤出笑容，不敢去阻止，任由白小纯直接踏入大殿内。冯友德盘膝坐在大殿上首，此刻无奈地睁开双眼，看向急匆匆跑来的白小纯。小纯，有什么事？冯友德勉强一笑。这段日子因白小纯去万山谷，他清闲了不少。可之前白小纯没去万山谷时，隔3差5就会到来，无论大事小事，让他颇为无奈。堂主，我要七色雾海草，你那里有吗？能不能给弟子几十根啊？白小纯眼巴巴地说道。冯友德取出玉简，查看了一番降魔堂内的七色雾海草后，脸上的肉抽动了一下。这七色雾海草虽不是特别珍贵之物，可却并不多见。如今降魔堂内只有3株，且因这种药草属于致幻一类，对于修士而言，需一定修为才可服用，所以宗门在兑换上加了限制。这点小事，你要么自己去闯星空道集榜，要么就找个排名在前1000的，帮你代买不就可以了？冯友德心底长叹一声，他觉得自己几乎成为了对方的护道者一样。这点小事，云道子，你来解决好了。冯友德郁闷，
开口时，门外的云道子立刻踏入，赶紧点头称是。白小纯很是感动，他来找冯有德，本也就是让对方帮着自己找个排名前1000的人去代买。此刻一拍云道子的肩膀，白小纯振奋地拉着云道子匆匆离去。白师弟，我想魔堂内排名在前1000之人共有几十人，不过你也知道，这些人都是天骄，平日里一个个心高气傲，所以就算是同意帮忙，估计也会要一些好处。云道子连忙开口，他倒没有去欺骗白小纯。身为响魔堂的执事，他最不愿招惹的，除了白小纯外，就是那些排名前1000的天骄了。没关系，白小纯大手一挥，他别的没有，就贡献多。此刻兴致勃勃地随着云道子走向距离他们最近的一处洞府。这里是周师弟的洞府，周师弟不到100岁，就已是结丹后期了。星空道级榜上已走到了绿色彩虹，排名777位。云道子看着远处的洞府，为白小纯介绍：这周师弟身为宗门天骄，在我响魔堂内声名赫赫，身边有追随者。我们一会去拜见时，你要记得客气，不可冒犯。云道子叮嘱一番，白小纯也觉得自己有事求人，于是赶紧点头。二人很快临近，可还没等进去，立刻就被3个修士在洞府外阻挡。这3人修为不俗，幸亏有云道子在，这3人才放行。只是到了洞府大门外，任凭云道子如何开口，洞府内竟没有丝毫声音传出。周师弟估计不在，云道子有些尴尬，看向白小纯。白小纯皱起眉头，眉心第3目略开一道缝隙，瞬间那洞府大门在他的眼睛里模糊起来。很快的，他就看到在其内有一个青年正躺在那里，身边还有几个侍女在服侍。他神色带着轻蔑，对于洞府外的白小纯与云道子根本就不理会。白师弟放心，我们去下一处，那里是陈师弟的洞府，我与陈师弟有些交情，这点小事一定可以。云道子连忙开口，白小纯也郁闷。随着云道子离去，不多时就到了第2处洞府所在之地。这一次，或许是云道子的确与那位陈师弟有些交情，陈师弟果然开了洞府大门，让他2人进去。不过言辞上却不冷不热。当听到了云道子说出的事情后，他淡淡的看了看白小纯，此事等我闭关之后再说吧。多谢陈师兄，不知陈师兄要多久？白小纯连忙问道。快则2年，慢则5年。陈姓修士说完，脸上露出不耐，一挥手，直接送客。白小纯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若不是云道子拉着他，怕是就要与那陈姓修士争吵起来。此刻在对方冷漠的目光下，白小纯被云道子拉出了洞府。轰的一声，洞府大门关闭。关闭前，洞府内传出陈姓修士冰冷的声音：等不起，自己去闯。不就是前1000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同意就算了，什么眼神啊？瞧不起我？白小纯怒道。他身边的云道子苦笑，连忙安慰：白师弟消消火，此事，这些排名前1000的人，一个个都是天骄啊，不是我等可以左右的。这些人任何一个都是宗门内极为重视的种子。至于那几个排名在前100之人，更是如此。我听说上次司马飞如直接封了一片区域修炼，不允许任何人过往，此事闹得不小，可最后也还是不了了之，少有人愿意去得罪。云道子摇头劝说。白小纯也听说过司马飞如这个名字，知道那是一个排名在90多位的绝世天骄，不是响魔堂的修士，而是宗室堂之人，平日里很是霸道。在白小纯这郁闷中，云道子拉着他去了第3处、第4处。这响魔堂内排名在前1000的天骄有几十人，可大多数都在闭关，还有一些外出。一整天的时间，对于白小纯与云道子这些人，要么就是不理会，要么就是直接拒绝。虽神色各自不同，可那种骨子里的冷傲，使得白小纯一次次受到了刺激，一个个骄傲的跟林伟基一样。眼看天色渐晚，可这么一点小事情竟是如此结果，白小纯怒意弥漫，那种被羞辱的感觉让他甚至升起了自己去闯星空道级榜的冲动。白师弟，还有一位，此人一向好说话，一定能成。你也别生气，这些人就是这样了，能从10多万人里杀入前1000，甚至在这过程中还要承受死亡的风险，他们就算是骄傲也是正常的。云道子苦笑劝说，这一天的事情他几乎都在劝说，心底虽也有尴尬，可对白小纯这里也有轻蔑。按道这白小纯只不过是仗着冯有德罢了，若真有本事自己去闯，又何必求人？白小纯深吸口气，压下心中的郁闷，随着云道子去了最后一处洞府，找到了那位据说很好说话的修士。此人的确好说话，一听来意后，立刻就笑了。此事好办，我以前也帮人做过，不过需要一些代买的费用。这样吧，白师弟的大名我听过好多，你给我100万的贡献点，此事师兄就给你办了。白小纯睁大了眼，100万贡献他不是没有，可买那七彩物海草也只不过是10万贡献点而已，对方居然要100万贡献点的好处，怎么觉得贵？不同意？可以啊，你若有本事自己去闯星空道级榜，到了1000以内也就不用来找我了。这修士一看白小纯表情，顿时笑了起来，笑容里一副吃定你的样子，更有不屑。白小纯平复下气急的呼吸，看了此人一眼后，这一次他没有开口，转身就走。云道子跟随在后，
连连叹气，担心被白小纯迁怒。正要劝说时，白小纯脚步一顿：“云道子师兄，今日多谢。这个白师弟，此事其实也简单，要不你再去找找堂主，他老人家传下一道法旨，这些人就算不情愿，也大都会遵从的。”云道子迟疑了一下，说道：“不用了。”白小纯眼中露出一丝果断，他自然也看出了这一路上云道子藏在心底的轻蔑，虽然没落井下石，但却有幸灾乐祸，咬牙开口：“那你……”云道子一愣：“不就是1000名吗？我白小纯自己去闯了。”白小纯袖子一甩，怒声开口后，化作一道长虹飞出，直奔洞府所在。云道子看了眼白小纯的背影，半晌后轻笑一声：“若真有本事，又何必求人？过不了几天，估计还是会来找堂主哭诉。”白小纯一路回到洞府，短暂休息后，立刻传音神算子等人，更是发动自己的力量，搜集有关星空道极榜的事情。在之后的1个月，他不断的去找人打探，甚至还专门去了几次万星彩虹，在那星空道极榜外观察。直至又过去了半个月，白小纯胸有成竹后，这才狠狠一咬牙：“不就是1000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拿个前1000回来。”白小纯目光一闪，整理行装后，蓦然飞出，通过传送阵，直奔万星彩虹的星空道极榜。星空道极榜占据万星彩虹近30%区域，此地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人山人海，不时有人踏入试炼之地。平日里若有人升起星辰，立刻就会从这里传出惊呼，令无数人羡慕不已。而星空道极榜的入口，则是一座古朴沧桑的大门，此门庞大无比，足有数千丈之高，大门上雕刻着无数复杂深奥的符文，散出奇异的光芒，充满惊人的威压。这大门青黑色，两旁还存在了2尊巨大的雕像，这雕像不是修士，而是巨兽，如狮子一样，只不过更为狰狞。大门上有一道缝隙，这缝隙远看不大，可进了后去看，足有数丈之宽，可以让修士出入。白小纯到来时，正有一人踏着云朵而来，此人穿着绿色的道袍，整个人气质非凡，相貌更是俊朗不俗。一路走来，顺着缝隙走入大门内。四周修士在看到此人后，顿时传出阵阵哗然。是星域彩虹的赵一东，赵师兄。赵师兄这一次必定能踏入前1000位。我觉得也差不多。赵师兄身为星域彩虹巡海堂天骄，第一次闯榜进入5000，第2次3000，第3次则卡在了1500多位。如今第4次到来，必定1000以内。在这些人惊呼时，代表那位赵师兄的星辰，在这一刻于绿色彩虹上突然的明亮起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白小纯深吸口气，在这些人都关注那位赵一东的星辰时，他身体一晃，走向大门。他的出现几乎没有引起众人关注，此刻所有人的目光大都是在赵一东的星辰上，要去见证对方踏入前1000排名。要知道1万、1000、500、前100诸如此类的关卡很是关键，往往一个名次的不同，所得的收获天地之差。于星空道极榜上升起星辰，这代表的是脱颖而出，排名进入前1万，这代表的是骄子。而若能踏入前1000，则完全不同，那将是个堂天骄。至于前500，那不再是被称为某一堂的天骄，而是一域天骄。而那些进入前100之人，任何一个都更进一步，被星空道极宗认可为宗门巨擘。我也可以。听着身边人的哗然声，白小纯目中露出果断。在之前被向魔堂那些人的刺激下，在这榜单本身的火热中，在这4周的气氛里，白小纯的心脏也不由得加速跳动，升起了一股他当年还是宁气时首次看到草木碑的冲动。此刻身体一晃，直奔大门裂缝，眨眼间就踏入其内。耳边传来轰鸣巨响的同时，他的眼前更是一花，仿佛无数画面在面前急速闪过，看不清晰，又好像是天地逆转，巨响滔天。一股拉扯之力与传送交杂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惊天动地的威压，如化作了一只大手，一把抓住白小纯，从这片世界直接拽出，放在了另一处被开辟的世界中。轰的一声，白小纯全身震动，面色苍白，首次进行这种强烈的挪移。这种感觉超越了他之前所经历的一切传送，若非是修为强悍，怕是此刻一定会双腿不稳。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所有闯榜之人每次传送进来都会有这种感觉，若是无法承受，那么刚一踏入就会脱力倒下。试炼从这传送时就已开启。此刻随着眼前世界的清晰，一股热浪刹那扑面而来，甚至也不知是不是错觉，白小纯觉得闻到了自己头发的焦味。他面色变化，立刻后退几步，看向四周时，看到了自己此刻所在的地方是一处赤色的悬崖，而悬崖的下方以及放眼望去的无边前方，赫然是一处浩荡的岩浆火海。这火海没有尽头，只能看到火红一片，岩浆翻滚，时而撞击时发出轰轰巨响，掀起岩浪，轰鸣八方。与此同时，有无数的凶兽正在不断的从这悬崖下飞奔而出，在这岩浆火海中发出凄厉的惨叫，不断的向前奔跑。其中有不少在这奔跑中全身被岩浆腐蚀，血肉模糊，骨头都在燃烧，没有跑出多远，就化作一片飞灰被火焰吞没。
可还是有一些凶兽本身不俗，在这挣扎与嘶吼下不断的疾驰，渐渐远去。时而的还可以看到，在这大海上似乎也有一处处扭曲如镜面般的区域，不时的有凶兽冲出。放眼一望，万兽齐奔，气势惊天，触目惊心。白小纯看到这一幕幕，缓缓吸了口气，他脑海里浮现出自己这段日子整理出的对于这星空道极榜的资料。星空道极榜分为根据颜色的不同，分为7层试炼，赤色只是第1层试炼，也是最简单的一层。在这火海内前行中，走出3成距离后，就可升起自身星辰，直至终点。根据走出的距离不同，划分出名次，踏入终点就可进入下一层试炼。而在这赤色试炼内，有不计其数之人无法达到终点。白小纯轻舒一口气，看着那不断冲出的凶兽，看着那随时随刻都有死亡的画面，耳边听着无数的凄厉惨叫，他对于这星空道极榜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如此榜单，难怪能引起众人疯狂，这种手笔之大，前所未闻。而度过这第1层试炼的方法，就是借助这些凶兽渡海。白小纯摸了摸储物袋，拿出了一枚7色玉佩。这玉佩是他花费了一些贡献点买下，专门在这星空道极榜内使用的传送之物。一旦捏碎，眨眼就可将人传送出试炼之地，在保证安全的同时，也会使人的成绩停留在被传送离去的地点。虽然如此，可每年都有来不及捏碎玉简之人死在这一层层试炼之内。白小纯慢慢走到悬崖边缘，他已察觉此地禁止飞行，于是低头看着下方的岩浆大海，看着那无数的凶兽奔腾而出，他目光闪动，等了片刻后，忽然身体一晃，整个人蓦然跳了起来，直奔前方岩浆内正在嘶吼奔跑的一条赤色火蟒而去。这火蟒挣扎前行时，白小纯骤然落下，火蟒全身一扭，试图挣扎中，白小纯右脚抬起一步踏下，立刻火蟒全身震动，感受到了威慑，不敢挣扎，只能红着眼疯狂前行。似乎对于这里的凶兽来说，只要他们能活着达到终点，那么他们就可以自由了。与其说这里是赤色试炼，不如说此地就是一处凶兽的监狱。小乖乖，坚持住，快点跑！白小纯紧张地站在火蟒身上，四周热浪扩散，很快就过去了半炷香的时间，海水越发翻滚起来。这片大海上也并非只有白小纯一个人，随着前行，此刻放眼看去，四周还有7、8个修士都在不断的跳跃，换着凶兽，试图能坚持得更远一些。甚至还有2个在看到白小纯身下的那条火蟒后，都露出贪婪之意。要知道，这种火属性的凶兽，坚持时间要比其他凶兽长久不少。那里有一条火蟒，火属性凶兽在这里虽有，可却不是那么常见。那2个修士操控凶兽调整方向，就要临近白小纯这里，看其样子，分明是要逼走白小纯后夺取这条火蟒逮捕。你们干什么？白小纯不干了，立刻怒道。那2个修士都是结丹中期，此刻一言不发，相互看了看后，竟齐齐出手，直接轰向火海，顿时就掀起了岩浆大浪，卷向白小纯这里。白小纯来不及生气，那扑面而来的热浪让他有种错觉，觉得似乎身体要熟了，吓得他下意识地发出惨叫，赶紧避开，可还是有一些溅了过来，落在了白小纯的身上。可惨叫之后，白小纯愣了一下，他诧异地看向自己的手臂，那里的衣衫被融出了一个大洞，露出了皮肤，可却没有丝毫损伤。咦？白小纯眨了眨眼，就在这时，又有不少岩浆海水溅来。这一次，白小纯犹豫了一下，没躲，任由那些岩浆落在身上，融化了衣服后碰到了他的皮肤。可白小纯只是感觉有一点温热，没有任何滚烫之感，他的双眼立刻明亮起来。与此同时，那2个心怀不轨的修士此刻瞪大了眼，一脸不可思议。他没事，此人身上莫非有什么宝物？可不对啊，这里不允许用法宝的。2人正诧异时，白小纯竟伸出左手，居然直接伸到了岩浆海水内，甚至还搅和了几下。好暖和！白小纯立刻惊喜。可这一幕落在那2个修士目中，他2人眼珠子都要鼓出来，脑海轰的一声，面色大变，吸气失声。不可能！天哪，他竟把手伸到岩浆里了！什么吗？2人彻底傻眼，目瞪口呆时，白小纯无比振奋，得意的仰天大笑。什么岩浆大海？我还以为多厉害！白小纯得意的一步走出，竟离开了火蟒，直接就踏在了岩浆上，慢慢下沉。他的衣服刹那融化，露出了身体，可依旧是毫发无损，甚至白小纯的表情还浮现出很舒服的样子。不错不错！白小纯干咳一声，斜眼看了看那2个之前要害他的修士，这2人面色苍白，一副见了鬼的样子。不等白小纯动手，他们毫不迟疑地取出7彩玉符，一把捏碎，身体刹那从凶兽身上消失，传送离去。生怕自己走得慢了，白小纯一旦报复，他们担心出现生死危机。没胆！别走啊，下来一起玩嘛！白小纯嘚瑟地嘀咕了一声，索性在这岩浆大海里向前游了起来。游啊游啊，随着前行，随着他看到了越来越多正在这第1层试炼的修士，
随着这些修士看到了他，立刻阵阵哗然与惊呼，阵阵不可思议与无法置信的声音惊天动地，传遍八方。那是什么？这是什么人？天哪！居然有人在游泳！这里是岩浆大海啊，就算玄铁都能融化的地方。莫非这是一种类人的凶兽？声音不断传出，白小纯一路悠哉悠哉，得意地听着那些惊呼声，不时的还伸手向人打招呼：“要不要下来一起游啊？好暖和啊！”很快的，他就游出了这片大海内的3成范围。在超越3成的刹那，外界有人立刻察觉到，在赤色彩虹上，于这一瞬，赫然多出了一颗星辰。虽然这赤色彩虹上的星辰密密麻麻不计其数，这多出的一颗仿佛并不起眼，只是因首次出现，故而璀璨闪烁了几下，这才引起了一些人关注。可当他们注意到后，还是有人露出了羡慕之意。又有人升起星辰了，我来看看此人是谁。白小纯，不认识。若是换了其他时候，讨论会更多一些。可眼下因赵一东的闯关，他的那颗星辰更为璀璨，使得众人很快就将目光再次落在了赵一东的星辰上。甚至更有一些人拿着一枚特殊的令牌，竟可以在全神贯注时看到赵一东在闯关中的画面。不过显然这样的令牌想要换取的话，代价不小，所以在使用上一般不会浪费在1000开外的修士身上。至于白小纯这里，也自然没有人对他使用那枚价值不菲的令牌，于是也就看不到那让人骇然的游泳。可在赤色试炼内，岩浆大海上，因看到白小纯的人不少，他们的骇然与惊呼此起彼伏，传遍四方。偏偏白小纯的速度又不慢，在这游泳中一路竟超越了不少惨叫飞奔的凶兽。那些凶兽一个个在看到白小纯时，也都睁大了眼，呆了半晌。白小纯哼着小曲，越来越快，也慢慢感受到了火热，索性散出了一些寒气。这么一来，就始终保持一个让他觉得舒服的温度，向着海岸越来越近了。这试炼也太简单了。白小纯得意非凡，干咳一声，恨不能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这里游泳的事情。等我出去了，就可以和人说我在赤色试炼里游过泳，说出去一定很厉害。白小纯越想越高兴，速度也更快，渐渐的就看到了前方的海岸线。与此同时，外界的众人有那么几位，偶尔目光一扫，立刻看到了赤色彩虹上有一颗星辰，竟以极快的速度一路上升，竟靠近了赤色彩虹的尽头时，这几人都诧异起来。这么快，这名字白小纯，这不是方才那个刚刚升起星辰之人吗？怎么回事？刚升起星辰，这才多久，居然快到了终点？在这诧异时，其中一位拥有特殊令牌的弟子没忍住，依靠那枚特殊令牌，将注意力放在了白小纯的星辰上，想要去看一看白小纯用的什么凶兽。可随着他看去，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此人的眼睛猛地睁大，整个人彻底懵了，目瞪口呆，失声尖叫。这是什么情况？在这修士的眼中，他此刻看到的画面里，白小纯正一脸得意，哼着小曲，在浩瀚的岩浆大海里正快乐地游动着。随着他的惊呼，四周不少人都诧异地看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时，这方才惊呼的修士此刻身体颤抖，面色不断变化，眼珠子仿佛要掉了下来，右手哆哆嗦嗦地抬起，指着白小纯的星辰，再次无法置信地尖叫：他在游泳！这句话引起了更多的人注意，可大都莫名其妙。那修士身边有人好奇问了一句：什么游泳？谁啊？白小纯，方才升起星辰的那个家伙，他居然在赤色试炼的岩浆大海里游泳！这修士呼吸急促，再次开口时，四周瞬间安静了一下。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都一脸不可想象，猛地抬头看向白小纯的星辰。更有几个忍不住也拿出特殊令牌，立刻看了过去。在看清之后，尤其是看到白小纯那荡漾的身姿，这几人的面色一样变幻精彩，全部失声惊呼：真的在游泳！天哪，这不可能！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能在赤色试炼的岩浆里游泳，这怎么可能？他是人是兽？随着惊呼的传出，更多的人动容。这种事情仅仅是听到就让人觉得震撼，在那好奇之下，更多人不惜代价拿出了特殊令牌，立刻看了过去。渐渐的，无数的惊呼之声在这星空道几榜外瞬间鼎沸。这白小纯，他是什么人？在这不断的惊呼中，因这一幕太过诡异离奇，不少修士立刻传音自己的好友，并大方地将自己看到的画面传了出去。随着此事的扩散，更多的人在各个地方都抬起了头，纷纷看去。很快的，整个星空道集中都轰动起来，尤其是空域的降魔堂更是如此。云道子也接到了传信，让他抬头去看游泳，于是好奇地关注了一下，立刻目瞪口呆，彻底懵了。白小纯！在这消息不断扩散时，白小纯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很多人关注了。他此刻奋力前行，还一边琢磨着出去后怎么在人前嘚瑟才更有成就感。终于游到了岸边，赤着身子在那里还蹦跶了几下，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体后，这才得意地穿起来衣服。好久没泡澡了，
真舒服啊！白小纯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刻宗门里不少人都在看着他，看到了这所有的一切，尤其是星空道极宗的那些女弟子，一个个也都红了脸，可看去的目光却没有中断丝毫。张大胖此刻正在炼灵堂内，听到了身边人的惊呼后，诧异的问了问，连忙抬头看去，第一眼就看到了白小纯的赤身。小纯，张大胖呆了一下。赤色试炼内，白小纯很是炫耀的看了看身后的大海，抬起下巴，小袖一甩，我白小纯弹指间，赤色试炼灰飞烟灭。白小纯感慨，一副又得意又寂寞的神情，向前走出几步，身体瞬间模糊，眼前更是一花，走出了赤色试炼，出现时在了橙色试炼之地。与此同时，外界的震撼也在这一刻再次爆发，尤其是白小纯临走前的那句话以及神情，更是让不少人神色古怪，可偏偏又说不出什么。黑马，这是一匹黑马，你们说这白小纯能闯到多少名？这种议论在星空道极宗内陆续传出时，橙色试炼之地里，白小纯刚一出现，立刻就听到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大地都在颤抖。甚至在他出现的一瞬，有一个巨大的石头竟从天而降，速度之快，直奔白小纯当头砸来。白小纯一抬头，看到的就是如山一样大的石头迎面而来。他呆了一下后，发出惨叫时，身体猛地后退，几乎在他退后的刹那，轰鸣惊天，那石块直接砸在了他之前所在的地方，大地颤抖，一道道裂缝撕开时，白小纯胆颤心惊的急速后退，抬头时立刻看向这片世界。在看清后，他猛地吸了口气。这是一片灰色的世界，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大地，这些不算什么，可在这灰色的世界里，居然有两个巨大的石人。这两个石人每一个都有数万丈大小，惊天动地的身体全部都是由石头组成，看起来既像雕像又像傀儡，此刻居然在相互打斗。这两个石人每一次彼此轰击，除了超越雷霆的怒吼外，还有大量的石块脱离下来，砸向大地，使得地面坑坑洼洼不说，随着两个巨大石人的大脚活动，每一次落下，地面都出现一个深坑，整个大地都在颤抖，更有风暴随着石人的厮杀而掀起，横扫这片世界的同时，更有一道神通之法幻化成石龙石刺，在这天地间不断的出现。强烈的危机感让白小纯面色不断变化，赶紧避开时，他也看到了在这片世界里，除了他外，还有不少修士。这些人都是这里的试炼者，其中大半都是如蚂蚁一样在地面上快速前行，避开无数的石块、风暴、神通，试图从这两个巨人的打斗中穿梭过去。可这实在是太难了，仿佛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样。这如城门的两个石人，他们打来打去，彼此无大碍，可下方的修士一个个却危险太多。尤其是白小纯感受到这两个石人的修为似乎超越了元婴，甚至给他的感觉仿佛与那将他从逆河宗带来的天人童子相差不多后，白小纯倒吸口凉气，脑海里也浮现出了这橙色试炼的资料。此地一样是监狱般的存在，关押着石人一族，每时每刻都要让这些石人中的强者去不断的厮杀争斗，既是表演又是惩罚。他们不可以直接灭杀星空道极宗的弟子，但却可以在这打斗中间接灭杀。如此一来，这一场试炼的难度立刻比第一关高了太多。难怪在这里的星辰只有数万，不像赤色彩虹上的不计其数，而真正能通过此地踏入黄色彩虹的人只有数千而已。白小纯深吸口气，小心翼翼的前行，一路走去，凭着自身的速度倒也无碍。这种表现与其他人比较不算平庸了，但这一刻外面不少人都在以特殊令牌，每时每刻都需要消耗贡献点在观看白小纯的闯关。在这种情况下，白小纯的表现让外面的人顿时有了不满。什么啊，赤色彩虹不是游泳吗？怎么到了这里就这样了？就是，这不是浪费我的贡献点吗？不看了。在外面众人升起抱怨时，白小纯这里速度突然加快，一路疾驰时，突然他的前方一片风暴骤然卷来，在那风暴内更有半截石龙轰然落下。白小纯面色一变，避无可避后，他眼中寒芒一闪，身体猛地一步踏出，左腿直接抡起，向着那石龙直接一脚踢去。轰的一声，石龙崩溃，风暴散开时，白小纯身体颤抖，咬牙一晃，快速前行。一路如此，渐渐距离出口越来越近时，他忽然脚步一顿，抬头看着上方那两个庞大的石人在那里不断的轰杀，他的目中慢慢出现了一抹明锐之芒。他之前就觉得这两个石人眼熟，此刻随着前行观察的久了后，他猛地想起为何眼熟。这两个石人若是半跪在那里一动不动，分明就是万山谷内的那座雕像啊！白小纯吸了口气，心神震动，越看越像。到了最后，他几乎完全肯定万山谷的雕像与这两个石人都是一类。欲修人山诀，需要容山，要了解山的一切，从而感悟其灵，而后忘掉自己，成为山人，在之后忘掉自身是山人，从而苏醒，如同一个圆圈，在苏醒后就可完成此神通，成就人山。
白小纯呼吸急促，脑海在这一刻在不断的看着那两个食人的厮杀后豁然开朗，很多之前不明白的地方，在这一瞬竟势如破竹般刹那明悟了。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我去感悟人山诀。白小纯顿时动容，看着那两个正在轰击的庞大食人，此刻的白小纯距离这橙色彩虹的出口只有不到1000丈的距离，以他的速度很快就可以跨越，渡过此地，踏入黄色彩虹中。甚至在白小纯的后方，还有不少修士都在艰难的穿梭，试图在这弥漫了风暴与巨石，还有诸多神通的天地间达到终点。他们也看到了之前白小纯一路飞驰，内心也都有吃惊，可却没有太多时间去关注白小纯。此刻他们最在意的是自身，稍微一个分神，就有可能会被砸落的巨石轰杀。在这强烈的危机下，每个人都在拼命。如此一来，站在那里直勾勾的看着两个食人打斗的白小纯，就显得有些特殊了，以至于外界还在关注他的那些修士也都纷纷诧异：这白小纯怎么了？虽然这一关他表现的寻常，可速度也很快啊，赶紧到出口啊！这家伙厉害啊，排名已进入前10000了。他只要达到出口，踏入黄色彩虹上，立刻名次就可以进入前5000了。他怎么不动了？外界关注白小纯的那些修士，一个个都费解时，白小纯也纠结起来。他此刻脑海里关于人山诀的很多疑惑都一一打开，豁然开朗。这个机会他不想放弃。可在这橙色试炼内，他的灵识也受到了限制，只能扩散四周数百丈的范围，而肉眼去看食人，终究是仿佛隔着一层面纱。若能靠近一些，以灵识详细的观察，那么我有信心将对这食人的身体彻底了解。白小纯眼睛有些发红，挣扎少顷后，他狠狠一咬牙，大不了我就捏碎七彩玉佩。身体一晃，瞬间动了，竟不是冲向出口，而是往回奔跑。这一幕立刻让所有关注之人都愣住，可还没等他们传出惊呼，白小纯这里速度飞快，化作一道长虹，竟从这橙色彩虹的地面上直接飞跃而起，使得此地正在试炼的那些修士一个个也都睁大了眼。他要干什么？在这惊呼中，白小纯身体化作一道长虹，径直奔正在打斗的一个食人身上，速度飞快，直接就顺着其大腿冲天起。远远看去，与那巨大的食人比较，白小纯如同蚂蚁一样，可却极为灵活。几个跳跃之下，手脚并用，居然到了这巨人的后背，死死地抓住一块凸起的大石后，他竟找了一处凹槽的地方，竟站在了那里。随着巨人身体的移动，他的身体也摇晃起来，勉强盘膝坐下后，白小纯灵石骤然散开，全方位地观察食人。这一刻，无论是在这试炼内的修士，还是外界的众人，所有看到这画面者，一个个都倒吸口气。他竟伤了这食人的肾，这白小纯疯了？他似乎在修炼。天哪，此人是怎么想的？别人在这里都恨不能速度更快一些的离开，可他不但回来了，甚至还在修炼。这里是试炼啊，不是修行之地。哗然之声回荡四方，白小纯这里的举动直接就震撼了内外众人。这一刻，赵一东的星辰竟没有多少人再去关注了。显然白小纯这里的表现，哪怕只是在橙色彩虹上，可却让太多人震惊。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外界的那些观望者纷纷将此事传开，使得越来越多的星空道级宗修士都于所在的位置纷纷抬头看去。此刻的宋缺原本正在盘膝打坐，可很快的，他的储物袋内就有震动传出。睁开双眼后，宋缺拿起玉简，看到是他这段日子认识的道友传音。灵石一扫后，宋缺整个人睁大了眼，猛地站起身。白小纯，他快速冲出洞府，立刻抬头，一眼就看到在那橙色彩虹上，此刻璀璨闪耀的星辰。心神沉静后，顿时白小纯的名字浮现在他脑海中。在这外界震惊时，白小纯呼吸急促，死死地扣住食人的身体，忍着狂暴的风在四周呼啸而过。他的灵石散开，不断地观察这食人的身体结构。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这里更适合他去观察食人。玉容山，先了解。白小纯喃喃低语，身体一晃，顺着食人背后的缝隙再次攀升，一路走过。这食人身体在与对手的厮杀中剧烈的摇晃，仿佛天崩地裂，轰鸣滔天。甚至有好几次，白小纯的身体差点就被甩飞出去。尤其是这两个巨人，每一次彼此轰击，全身都会抖动。对于白小纯而言，这抖动如同地震，让他险些跌落下去。还有一次，在白小纯所在食人对面的那个食人一拳轰来，掀起音爆，幻化神通。轰鸣中，白小纯喷出鲜血，尽管他躲在了一道缝隙内，可依旧还是被震得五脏六腑要崩溃。但他的目中带着执着，死死地扣住后，再次前行。他的灵识此刻全面扩散，在这观察下，渐渐地将这食人的身体正逐渐地了解。这一幕幕凶险，看得四周众人不断吸气，甚至那两个正在打斗的食人也都注意到了白小纯，目中露出奇异之芒，可却没有去阻止，依旧在彼此轰击。与此同时，在这万星彩虹上，万山谷外，盘膝坐在青黑大石上的中年男子
他的双眼缓缓睁开，遥望星空到极榜，凝望其内在橙色彩虹上的白小纯。慢慢的，他的目中露出奇异之芒，嘴角渐渐出现了笑容，还算有些悟性。他喃喃低语时，橙色彩虹内，白小纯呼吸不稳，身体再次冲出。他已经对这巨人的全身结构了解了大半，此刻只差头颅，而那里也最危险。可白小纯如今满脑子都是人山诀，如沉浸在了炼药时的状态一样，竟悍不畏死的趁着两个食人彼此轰击后退的机会，竟一飞冲出。速度之快，背后翅膀出现，撼山状爆发，甚至他的左腿不死筋也都狠狠一踏，身体在这一刻掀起刺耳音爆，化作残影出现时，赫然在了食人的头顶。此地狂风惊人，白小纯根本就站不稳身体，抓着一根食人的石发，他的灵石疯狂的散开，要去观察这食人的头部。可这里似乎是那食人的禁忌之地，他眉头微微皱起，头颅猛地一甩时，全身上下顿时爆发出了一股风暴。这风暴之大，横扫四方，四周地面上的那些闯关的修士，一个个都发出惨叫，立刻捏碎玉简传送出去。而白小纯这里也抓不稳石发，身体被直接甩开。与此同时，那食人右手蓦然抬起，这如山一样大的巨手向着白小纯如抓苍蝇一样一把抓来。在白小纯看去，整个天空都被那巨大的石手取代，可他的目中却在这一刻终于露出了彻底明目的光芒。融灵！白小纯低吼一声，双手掐诀，按照人山诀的方式直接展开了融灵之法。这融灵之法，他之前在万山谷尝试了多次，全部都失败，可这一次竟在施展的瞬间，白小纯脑海轰的一声，他隐隐感受到自己与那巨大的食人之间似乎在这一刹那产生了某种奇异的联系。这联系很特别，无法形容，仿佛他可以感受那食人的悲喜，感受这食人的沧桑，感受这食人的疯狂以及苦涩，隐隐的似还有一股对这天地对星空道集中的恨。白小纯全身一震，那食人一样身体猛地震动，看向白小纯时，他的目中竟露出了金芒，抓向白小纯的石手，竟陡然一顿，改抓为挥。一挥之下，风暴掠起，卷着白小纯的身体向后骤然而去，速度之快，刹那就将白小纯的身体居然直接卷到了这橙色彩虹的出口处。白小纯呼吸紊乱急促，在这出口处，身体立刻就被传送包围，就要被传送去第三层黄色彩虹时，他震撼地看着远处那食人。这食人此刻也收回目光，再次与其同族站在了一起。轰鸣依旧震天，仿佛这场表演永远没有结束，也或者至死方休。几乎在白小纯被这狂风卷着离开了橙色彩虹的同时，因这橙色彩虹内的惊天风暴，此地所有参与试炼之人全部都骇然的急速离开。如此一来，在这星空道极榜外，这些被逼离开之人出现后，一个个原本应该是愤怒的，可在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到愤怒，看到的只有不可思议与震撼。这白小纯修炼的是什么功法？那食人竟主动把他送到了出口，这怎么可能？赤色试炼里，他游泳过来；橙色试炼里，食人相助，此人什么来头？鼓噪之声此起彼伏时，代表白小纯的星辰此刻已冉冉升起，从橙色彩虹上升到了黄色彩虹中，与那数千星辰同在一起。这代表白小纯已名列5000。此事引起的震动，让更多的人纷纷不惜花费贡献点去关注白小纯的闯关。此刻的黄色彩虹内，白小纯刚一出现，立刻就感受到了冰寒，还有地面的震动。他的呼吸渐趋平稳，此刻目中还残留着茫然。之前在橙色彩虹内的一幕幕，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此刻回想起来还有后怕。尤其是那食人最终改抓为挥，还有他们彼此产生联系后浮现在白小纯心中的感受，这一切都让白小纯深吸口气。星空道集宗内藏着太多的秘密，这食人明显是一个族群，可却被限制在了那里。这星空道极榜怎么看都是一处巨大的监狱。白小纯后怕之余也有振奋，他明显的感觉到自己修行这人山诀比之前更进一步。只要我这一次进入前1000，换走7色雾海草后炼制出丹药，我有很强的把握可以修成人山诀。白小纯激动中看向这黄色彩虹的世界，一眼看去后，哪怕经历了赤色岩浆海、橙色食人斗后，白小纯依旧被自己所看到的这处世界深深震撼，被星空道集宗的手笔再次镇住了。这片世界很小，只是一个房间而已。房间内有一个赤着上身的大汉，额头绑着一道红绳，一只手拿着铁钳，铁钳夹着一根赤色的烙铁。烙铁下方是一个长条形的水池，水池内存在了乌黑色的液体，阵阵难以形容的冰寒气息正从这乌黑的液体内散出。这大汉的另一只手挥舞一把巨大的铁锤，正用着全力不断地砸在烙铁上，轰轰之声震耳欲聋。这大汉是一个铁匠，而这房间赫然是一个打铁房。而白小纯此刻仿佛是被缩小了无数倍，所在之处竟是在那铁钳上。或许也不是白小纯被缩小了，而是这房间太大，这铁匠是一个巨人，
其身体的庞大程度似乎与那10人不相上下。每一次铁锤砸落，巨响滔天，震动京市。白小纯面色苍白，脑海嗡嗡的，被这一切吓到了。他身体哆嗦了几下，抬头时看着那巨人般的铁匠挥舞铁锤，低头时又看到自己前方铁钳外那赤色的烙铁。白小纯吸了口气，又低头看向下方的水池，这水池在他的眼中与大海没什么区别了。白小纯立刻纠结，半晌后，他狠狠咬了咬牙，猛地冲出，直接就踏在了那赤色的烙铁上。刚一落下，他就感受到了高温从脚底升起，赶紧修为运转，猛地前行，一路玩命狂奔。白小纯都快要哭了，这里实在是太烫了，他不由得滋儿哇乱叫，不断的跳起来，有心飞行，可此地却净空，不但要承受那高温，还有铁锤落下时的震动。尤其惊人的是，那铁锤的落下在他眼里不亚于一颗星辰砸落，若是不小心被砸到，白小纯知道自己就算肉身再强悍，也必定形神俱灭。要死了，要死了！啊，烫死你白爷了！白小纯惨叫，这里的高温明显超越了赤色彩虹的岩浆火海。白小纯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过去的，可他记得这黄色彩虹后的绿色彩虹上只有1000左右的星辰，这就说明整个星空道极宗内只有1000左右的结丹修士才可以闯过这一关。1000的数量与磅礴的星空道极宗比较，实在是微不足道，也可以看出这一关的艰难之处。不过白小纯的速度飞快，本身又修炼了寒门养念诀，此刻身体的寒气都集中在了双脚上，如此一来，他虽感受滚烫，可却明显不影响前行，一路疾驰，速度飞快，竟没过多久就跑出了近3成的范围。再快一些，白小纯觉得还是慢了，此刻如热锅上的蚂蚁，疯了一样飞奔。可在外界的那些观望者却是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吸气声渐少，屏气凝神起来。他们见过很多人闯这第3关，甚至其中有个别人自己也都尝试的闯过，知道这第3关的艰难。平日里看其他人，往往在这第3关时都小心翼翼，耗费时间很多，因为绝大多数的时间要放在观察上。毕竟这一关考验的不是速度，也不是抵抗炎热的能力，而是震动。要借助那铁锤落下后整个赤色烙铁的震动，通过这种震动来分散高温的同时，也借助这震动使得自身加速。若是能完美的做到每一次前行都恰好是在震动中，那么这一路走去不会被烫到丝毫。甚至通过这一关更可以考验修士灵石的灵敏程度，若是能达到入微，则度过这一关难度也会降低不少。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如白小纯这样是依靠蛮力，根本就不考虑震动，强行飞奔。这白小纯他此人绝对是朵奇葩，不走寻常路啊！外界众人一个个面面相觑，神色都泛起古怪，看着画面内的白小纯如一个被烧了屁股的兔子一样，一边尖叫一边飞速奔跑。尤其是他们可以听到白小纯的嘀咕之声，一个个在听到后神色更为怪异。什么破试炼？这考验的是什么呀？比谁更抗烫吗？烫死我了！其他人都怎么过的呀？估计一个个比我还不如，一定是哭喊着跑过去的，甚至说不定还有的是爬着过去的。白小纯都快哭了，不断的飞奔时，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也就是一炷香的时间，竟直接走完了7成。哼哼，还是我白小纯厉害啊！白小纯眼看自己走完了大半，立刻惊喜，虽依旧烫得不断尖叫，可明显的愉悦了很多。还别说，这么烫脚还挺舒服的。这一幕让外界众人一个个都沉默了，全部呆呆的看着白小纯以这种野蛮的方式，似乎要度过了这很有难度的第3关。这要是让他过去了，没天理啊！外界众人在这沉默中，有人不无嫉妒的恶狠狠的开口：该死的，这第3关怎么能这么快？这里不是要依靠震动吗？有人开口后，其他人也都陆续的传出话语。眼看着白小纯已跑过了9成范围，距离终点已很近时，一个个说不出是酸还是无奈。白小纯也在得意，可就在这时，突然的他觉得不对劲，这烙铁怎么动了？白小纯诧异时，外界的关注之人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甚至还有人明显的露出惊喜的表情。只见在这第3关的世界里，那正在打铁的巨人似觉得打铁已经完成，于是拿着铁钳的左手竟抬了起来，向着水池内的乌黑液体竟直接伸了过去。哈哈，封铁了！要封铁了！这白小纯倒霉，居然遇到了封铁。10次里能出现1次的封铁，竟被这白小纯遇到了，运气好啊！外界众人忍不住幸灾乐祸时，白小纯在这赤色烙铁上惨叫起来。他也看出了这是怎么回事，可根本就来不及反应，那巨人已将烙铁伸到了在白小纯眼中的乌黑寒气大海内。不要啊！白小纯立刻向后狂奔，可他距离这烙铁的尖端已经很近了。此刻还没等跑出几步，七彩玉佩都没来得及取出，立刻就被那烙铁带着直接没入乌黑寒液内，惨叫声也戛然而止。小纯！张大胖亲眼目睹这一幕，顿时紧张的惊呼起来。陈曼瑶也是吃了一惊，神算子面色变化，下意识的掐诀，开始推演白小纯的生死。
宋缺也是一呆，他们都尚且如此，其他关注之人全部都愣住了，一个个前一刻还在喜悦，可下一瞬却都面色变化。他怎么没传送出来？难道是来不及？莫非他没有拿传送符？不会吧，就这么的死了？外界众人一个个都有些傻眼，此事太突然了，以至于让他们都反应不过来。按照他们的理解，方才那一刻的危险，白小纯应该是传送离去才对。可此刻等了半天，竟不见人出现，而且似乎方才那一瞬，白小纯也没有拿出传送符。渐渐的，四周众人神色都不同的变化起来。不会真的死了吧？那可是万年寒夜啊！我以前看到过几次有人掉下去，全部都瞬间死亡。这个众人都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此刻感觉都是怪怪的。可就在这时，突然的有一个修士眼珠子似乎要冒出来，指着上方的星辰，失声尖叫：“又游泳了！”他话语一出，四周众人一个个都机灵了一下，齐齐看去后，吸气之声陆续传出。此刻的黄色试炼之地内，那看似水池，可却如同大海般的乌黑海面上，白小纯猛地伸出了头，长长的吸了口气后，他面色有些发青，看了看四周，哆嗦起来。什么鬼地方？冻死我了！白小纯都快哭了，他觉得这里不好玩，要么就是烫死，要么就是冻死，太折磨人了。要不是为了换药草，我才不来这里。这什么破试炼？白小纯无奈，此地净空，且上方那烙铁也没了，他索性在这寒夜里向前游走。这试炼莫非比的是游泳？白小纯感慨，哆嗦中不断前行。这一幕被外人看到后，喧嚷之声、惊呼之音，顿时在星空道集宗内很多区域立刻爆发。这一切白小纯毫不知情，他此刻游着游着，越发寒冷，面色更青了。到了最后，他冻得全身都要僵硬。他更是发现，这冰寒大海内的寒气，竟顺着自己全身的汗毛孔，不断的钻入自己的体内，融入自己的天道金丹内。咦，这里的寒气，莫非对我的修炼有帮助？白小纯诧异，立刻运转寒门养念诀，猛地一下将体内寒气扩散开来，眨眼间就覆盖四周。可就在这寒门养念诀运转的刹那，这大海内的寒气骤然间好似被吸引，竟一瞬而来，四周海面咔咔声下，竟出现了冰层。而那寒气之浓，也在这一刻从四面八方涌现后，直接就钻入白小纯的体内。白小纯脑海轰的一声，体内的天道金丹在这一刻疯狂的运转，随着运转，不断的吸收外来的寒气，使得他金丹内的寒气竟肉眼可见的增加。白小纯顿时惊喜，赶紧加快运转，吸收寒气的速度也随之攀升。不断的吸收之下，他体内的天道金丹竟膨胀起来，寒气疯狂吸入。与此同时，他的修为竟也在这一瞬开始了攀升。原本的金丹中期，竟在此时向着金丹后期不断的接近，尤其是他的寒气也从中寒向着上寒开始迈进。这突如其来的造化让白小纯狂喜，他激动的差点大吼出来：“造化！这试炼太好了，竟可给人造化！”哈哈！白小纯振奋，吸收速度更快，甚至慢慢的，他的身体竟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在这吸收下，整个寒池内的寒气都疯狂的涌来，甚至这寒池的水也慢慢的不再是乌黑，而是清澈了一些。明显的，寒池的寒气也都在缓缓的减少。可以想象，一旦这寒池的水彻底成为了清澈，这里也就不是寒池了。这一幕同样被外界的众人亲眼目睹，一个个目瞪口呆，都快麻木了，看向白小纯时如看神人一样。这星空道极榜，莫非是专门为他准备的？赤色彩虹游泳，橙色彩虹感悟，没想到在这黄色彩虹内，他竟修炼，这是怎么回事？沸反银天中，极度之音回荡时，张大胖等人都松了口气，尤其是宋缺，此刻他眼皮都在跳，握住了拳头。他想起了允剑世界，这白小纯所去的地方，从来都是寸草不留。宋缺恨恨道：“星空道极宗四域彩虹上，此刻关注白小纯的人很多，一个个都在惊呼时，白小纯这里开心的不得了。他激动地感受着自己的修为不断的攀升，那种寒气的增加，实力的增强，让白小纯在距离出口只有几千丈的位置，索性不游了，而是漂浮在那里，美滋滋的吸收。哈哈，这里对我来说就是圣地啊！白小纯喜悦时，眼看自己的修为这么继续下去，突破到金丹后期也不是梦想后，正激动无比时，突然的一道锐利的目光从天而降。白小纯被这目光一扫，身体立刻一紧，他赶紧抬头，一眼就看到了那巨大的铁匠，此刻站在那里，正死死地盯着自己。白小纯身体颤了一下，有种强烈的生死危机，他心虚的赶紧停止吸收。我这就走。白小纯紧张的解释时，那巨大的铁匠直接发出一声怒吼，在这吼声中，他右手猛地抡起那巨大的铁锤，竟向着白小纯所在的水池狠狠的一锤子砸了过来。白小纯惨叫一声，手脚并用，玩命前行时，那铁锤落下，轰鸣滔天，使得水池内的乌黑液体顿时掀起大浪，更有一股无法形容的震动骤然传递开来。白小纯喷出鲜血，
身体被这大浪直接卷了出来，尖叫一声，全身寒气猛地扩散开来，竟不是1000丈，而是达到了几3000丈的程度，冰封四方时，尽管此地尽飞，可白小纯还是依靠寒气之身，刹那交换位置，如瞬移而去，直奔出口。在他瞬移出去的刹那，他身后那巨大的铁匠铁锤又一次抬起，轰然砸来，使得白小纯身后的寒气冰层瞬间崩溃，更有一股冲击力扩散，让白小纯再次喷出鲜血，可速度却更快了。他距离出口本就不远，此刻瞬移之后又展开全速，眨眼间，在那铁匠的锤子又一次抬起时，白小纯尖叫着直接到了这黄色彩虹的出口处，赶紧传送进入下一层。眼看白小纯离去，这巨大的铁匠冷哼一声，看了看池水，眉头再次皱起。他方才没有下重手，否则的话也不可能让白小纯跑了。与时人不同，他与星空道集宗的关系还算亲密，所以对于这偷自己寒夜的小蚂蚁，他只是将其赶走。可这一幕在外面的众人看去，一个个都稀奇不断。自从他们关注白小纯后，这些人的稀奇声之多，超越了平日里1年的积累，竟把守护者都激怒了。他这哪里是闯试炼之地，他这分明是来抢夺的。愤愤之声夹杂在吸气之音里，与四周众人神色上的古怪与无奈融合，使得这一刻星空道几榜外的所有人都心底升起哭笑不得的感觉。不过这白小纯必定也是一个天骄之辈，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闯过了3关，已靠近前1000了。不知下一关他能否继续这般惊人，若能做到，那就是前500了。至于之前引起关注的赵一东，虽然他如今也在这第4层内，可此刻几乎已无人去看了，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白小纯的星辰上，要去看白小纯这里如何度过那第4层绿色彩虹试炼。太小气了！白小纯飞入出口，被传送离去时，他万分舍不得那寒池，仅仅刚才那么一会，他就感受到修为的突飞猛进，使得他眼下的金丹中期都快要到了巅峰。这种造化，他之前想都不敢想，可眼下却亲身经历。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说不定可以突破啊！白小纯恋恋不舍地被传送走，离开了第3层彩虹试炼，出现时已到了第4层。第4层是绿色彩虹，白小纯出现后，立刻收起对第3层的不舍，警惕地看着四周。可看着看着，他就诧异起来。这里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很是安静，看不出有丝毫的危险存在。这里不对劲。白小纯迟疑了一下，回想这第4层的那些资料，他知道这里的试炼以雷霆闪电为主，同时只要到了这第4层，就代表名次上无限的接近了前1000。我的目标就是前1000。白小纯看了看四周后，踌躇一番，觉得之前3层很简单嘛，于是一挺胸，向前一晃，直接飞出。可就在他走出的刹那，突然的，这原本风和日丽的苍穹猛然间出现了一道道闪电，这些闪电都是黑色，刹那出现后直奔白小纯而来。白小纯面色一变，立刻后退，看到那些闪电轰鸣间竟在他的身前彼此凝聚，直接撕裂了虚无，露出了一道可通人的裂缝，如同一张画幕被撕开了一道缝隙。透过这道缝隙，白小纯一眼就看到了里面，赫然还存在了一片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无数闪电的世界，这里或许曾经是漆黑的，可如今明亮刺目，闪电之多，密密麻麻，似乎无穷。在那世界内不断的游走时，有一条巨大的闪电桥赫然贯穿那闪电世界。这条闪电桥不知由多少闪电凝聚而出，惊天动地，触目惊心。而此刻，在那桥的中段，赫然有一个身影正在艰难的前行，那是一个青年，正是赵一东。随着他的走动，四周大量闪电轰鸣而来，不断的轰击之下，阻止他的脚步，更是要将其轰出闪电桥。白小纯看着这一幕，不由得吸了口气，被这世界以及闪电桥所震撼的同时，也有些头痛。又是火，又是石头，又是打铁，现在居然还出现了闪电桥，这星空道集宗也太爱炫耀了。白小纯酸酸的想到，琢磨着以后回到了逆河宗，和几个老祖商议，看看有什么办法也能创造这么几个世界出来。此刻站在那里又看了一会，白小纯狠狠一咬牙，我要进入1000名内。白小纯带着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蓦然冲入裂缝内，直接踏入到了那充满了闪电的世界中。在他踏入进来的瞬间，四周闪电猛地呼啸而来，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如同大网，向着白小纯就笼罩过来。这闪电速度太快，还没等白小纯闪躲，就立刻被闪电轰在了身上。惨叫传出时，远处闪电桥上的赵一东似有所察，回头遥遥一望，目中闪过轻蔑，又是那种冒险闯进来，试图感受这第4关威力的自不量力的家伙。赵一东收回目光，继续咬牙前行。可就在赵一东收回目光的瞬间，那片轰在白小纯身上的闪电快速消散，露出了里面衣服破损、头发都有些竖起的白小纯。他身体颤抖，整个人都快麻了，那种被无数闪电轰击的感觉，让他觉得全身的所有血肉似都在抖动。半晌之后，白小纯长呼口气，目中竟露出强烈的光芒，尤其是他的表情，
此刻居然还带着舒爽之感。在那呼气时，白小纯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好舒服啊！他身体一抖，在这被闪电轰击时，他体内这些年来吞用丹药积累下来的那些平日里很难驱除的丹毒杂质，竟在这一刻于体内崩溃，顺着汗毛孔流了出来。因这种如同洗涤般的净化，从而产生了一种仿佛无数小手在按摩他身体的感觉，使得白小纯从里到外全都麻酥酥的，那种舒服，他修行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过。这一幕被外面的关注之人看到，所有人都傻眼了，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之前也曾猜测白小纯在这里如何闯关，可怎么也没想到竟是如此结果。他是人吗？这得需要多么惊人的皮糙肉厚，才会在那大量闪电下不但没有疼痛，反而觉得舒服。虽然这里的闪电威力都被限制，可每一道都堪比结丹中期，尤其是闪电桥上更是堪比结丹后期。四周众人哗然时，闪电世界内，白小纯双眼冒光，感受到了舒服的同时，也立刻感受到了自己的灵力在体内竟比以往要活跃太多，甚至游走时一些平日里很难触及的细微经脉，居然也都清晰地浮现于脑海中。尤其是随着洗涤，他明显的感觉修为竟提高了一丝，这就让白小纯激动了。他身体猛地冲出，自己冲向闪电。很快的，此地大量的闪电就轰鸣而来，再次凝聚他的四周时，巨响回荡天际。闪电过后，白小纯的声音带着舒爽再次传出：“好地方啊！”白小纯振奋，摸了摸身体，确定自己无碍后，他忍不住激动起来。他觉得这一关试炼太简单了，于是在这世界内窜来窜去，迎接闪电。舒服的呻吟声此起彼伏，使得在闪电桥上的赵一东此刻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呆呆地看着在这世界内来回穿梭的白小纯。他是来闯关的吗？赵一东吸了口气，看了看白小纯，又看了看自己，他心中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狠狠一咬牙，正要继续前行。可在这闪电世界内的白小纯似乎觉得这四周的闪电力度弱了，于是一晃之下就上了闪电桥。踏入闪电桥的一瞬，白小纯身体强烈的震动了一下，赵一东也立刻看了过去，嘴角露出冷笑，炫耀什么？不就是有雷霆体质吗？这桥上的闪电与外面威力不一样，能在桥外如常，不代表在桥上也。赵一东内心话语还没等说完，一声比之前还要强烈的呻吟声顿时从白小纯口中传出。白小纯整个人更加激动，更多的杂质从其体内被逼出后，他深深的呼出一口气，看着这座桥，目中露出奇怪的光芒。这是一座不正经的桥，太不正经了。白小纯感慨的谴责起来，再次前行一步，全身又震动，呻吟再起。就这样一步一叫，声音此起彼伏，传遍四方的同时，也被外面的所有关注者听得清清楚楚，纷纷神色尴尬，面面相觑。尤其是一些女弟子，更是听得脸都红了起来。无耻！这分明是一座考验速度以及强悍肉身的试炼之地，怎么到了他这里就变了味道？该死，他这是炫耀！这家伙皮糙肉厚，太能嘚瑟了！这一刻，张大胖、神算子、陈曼瑶、宋缺等人，就算是对白小纯了解很深，也一个个都神色怪诞，纷纷苦笑。云道子在降魔堂中也早已瞠目结舌。白小纯不知道自己这一次的闯关，因种种特殊之处，使得他的名字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已经传开四域。此刻他一边感受着舒爽，一边观察体内累积的杂质，渐渐的一种全身内外通体经透的感觉，让白小纯的修为甚至隐隐的再次出现了要突破的征兆。白小纯狂喜，一步前行时，很快的就到了赵一东的身边。那一步一叫，还有双眸内的激动，落在赵一东的目中时，使得赵一东面色极为阴沉。那种被人生生超越的感觉，让赵一东握紧了拳头。这位师，白小纯正要打招呼，赵一东冷哼一声，没有理会白小纯，咬牙前行，身体被闪电轰击，颤抖不已。你这样太辛苦了，我教你啊，你要喊出来，这样的话，说不定可以走得更远一些。白小纯快走几步，到了赵一东的身前，拍了下他的肩部，好心的说道：“滚！”赵一东怒吼。白小纯顿时生气了，狠狠地瞪了赵一东一眼，觉得自己这好心帮忙，可对方却如此，于是也冷哼一声，快走几步，继续一边叫着一边前行。很快的就到了桥的尽头，在踏上出口时，他还回头瞪了赵一东一眼，这才在出口传送而去。赵一东眼睁睁地看着白小纯轻松地扬长而去，咬牙切齿，又坚持走了几步后，他无力继续，苦笑一声，正要放弃时，不知怎么的想到了白小纯的方法，迟疑了一下后，在下一波闪电来临时，他尝试地张开了口，顺着闪电的轰击，呻吟了一声，也不知是不是错觉，赵一东竟感觉随着开口，体内的压力竟松弛了不少，甚至一口浊气也从口中吐出。他愣了一下后，再次迟疑，随后狠狠一咬牙，居然学着白小纯的样子，在这前行时不断顺着闪电的轰击而呻吟，竟在这极致的状态下多走出了10多丈，这才坚持不住，捏碎传送玉简离去。可在临走前，他的目中露出了激动，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渡过这座桥的方法。下一次
我一定能成功。这一刻，外界一片寂静，所有看到这一幕的弟子都眼睛睁得老大。渐渐的，在这寂静中，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同程度的不断变化起来，有羡慕，有嫉妒，有思忖，也有古怪、尴尬与无奈。他们眼睁睁的看到白小纯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法，居然度过了这在他们心目中难度极大的绿色彩虹。这一幕让众人一个个都脑海嗡鸣，在那短暂的寂静后，立刻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议论声。这是窍门？不会吧，这也可以？竟用如此猥琐的方法度过此关？而且看赵一东的样子，本已是极致，可用了这个方法，居然又走出了10多丈。阵阵议论回荡时，不仅仅是这万星彩虹上声音鼎沸，这一刻，在这星空道集宗的4域彩虹上，诸如此类的声音此起彼伏。白小纯度过这绿色彩虹的方法前所未有，让所有人都心神强烈的被撼动。甚至还有一些止步在这绿色彩虹上的天骄之辈，这一刻他们更是呼吸急促，眼中露出强烈的光芒。只要能度过这绿色彩虹，别说是在上面呻吟了，就算是再难堪的事情，他们也都不是不能接受。毕竟绿色彩虹上有1000多星辰，可若能闯过，那么在下一关的青色彩虹上，星辰只有500左右，1000与500差距极大，一个是1堂天骄，一个则是1域天骄。我明白了，这一关的诀窍并不仅仅是考验速度与肉身强悍的程度，同时也有辅助修行之用。那绝不是简单的呻吟，那是蕴含了某种呼吸规律的节奏。以如此方式，就可以让人在这一关中借助闪电之力来净化自身的杂质，使得肉身更为强悍，甚至还可以凝固经脉。也不一定非要呻吟，实际上只是调整呼吸而已。可若是不懂时，怎么也都不懂，一旦明悟，立刻通达。随着这些止步在绿色彩虹的天骄一个个心神震动，很快的，通往万星彩虹的传送阵光芒不断闪烁，嗖嗖之声传遍四方时，一道道身影竟从4域内陆续飞出，直奔星空道极榜。实际上也的确是如此，在白小纯之前，不是没有人知道这星空道极榜的绿色彩虹内藏着的秘密。可星空道极宗内有一道半神老祖亲自下的法令，有关此榜内的一切诀窍，不允许告知旁人，只能去自己明悟。而在白小纯之前的那几百个成功闯过这一关的弟子，他们一个个在性格上也都不如白小纯这样的欢快不羁，所以直至此刻，有关这绿色彩虹的事情才在白小纯的口中传遍八方。可以想象，在不久之后，渡过这道彩虹之人将会多出不少。一定是这样，我想起来了，为何这绿色彩虹能渡过之人数量只有几百？此刻回忆，那几百人任何一个在这一关时，他们的呼吸都很诡异。随着星空道极榜外止步在绿色彩虹的那些天骄陆续到来，其中一个青年此刻仰天大笑，目中露出激动之芒，一晃之下，刹那冲向入口之处。几乎在这青年消失在入口裂缝的瞬间，其他来到此地的天骄也都一个个立刻飞出。很快的，竟有数十人踏入星空道极榜，显然是要用白小纯的方法试图闯关。这一切，白小纯并不知晓。他此刻身体消失在了绿色彩虹的出口，出现时已到了下一关，在了青色彩虹试炼之地。星空道极榜分为赤、橙、黄、绿、青、蓝，一共7层试炼之地。此刻的青色彩虹能走到这里之人只有500左右，可以说在踏入这青色彩虹的瞬间，白小纯就已经排名在了1000之内。也不是很难吗？白小纯干咳一声，甩了甩袖子道：“我原本只是打算进入1000就可以了，没想到一不小心进到了500，头痛啊！”白小纯虽看不到自己的排名，可回忆这青色彩虹上的星辰数量后，心中已很清晰自己的厉害，于是得意的抬起下巴，袖子甩到身后，正要继续自我陶醉一番时，余光看了看这青色彩虹的世界，顿时呼吸一滞，声音戛然而止。这青色彩虹的试炼之地，天空是灰色的，大地也是灰色的，充满了森然之意，很是安静。能看到地面上存在了一座座墓碑，这些墓碑之多，密密麻麻，放眼看去几乎无边无际。一股阴寒的气息在这四周弥漫，白小纯仔细感受后，立刻察觉这里的气息正是死气，其气息之浓，甚至在远处都扭曲了虚无，使得目光也都模糊起来。白小纯只是看了一眼，就立刻有些心底发毛，觉得这里安静的吓人。这星空道极宗居然还弄出这么一个鬼地方，此地死气太浓了，一定有鬼。白小纯觉得毛骨悚然，咽下一口唾沫后，面色发白。他不由得想起了逆河宗几个老祖说起的不干净的东西，吓得一哆嗦，立刻从储物袋内取出大把的辟邪符，全部贴在身上。该死的星空道极宗，这一关怎么过呀？就在白小纯这里心底发毛时，突然的一道阴冷的目光从远处如刀子一样，刹那就落在了白小纯的身上。随着目光的出现，更有一声凄厉的嘶吼，仿佛金铁摩擦之声，骤然间从远处尖锐的传来。只见不远处的一座墓碑上，竟飘出了一缕冤魂。这冤魂舌头极长，全身散出强烈的怨气，死死地盯着白小纯，急速而来。速度之快，
眨眼间就到了白小纯的前方，一扑而来时，白小纯吸了口气，右手立刻抬起，体内寒门养念诀运转，倏的一指，顿时一股惊人的寒气刹那从他手中散出，直奔着冤魂而去。相互碰触的瞬间，这冤魂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身体肉眼可见的碎裂，可却没有立刻死亡，而是飞速后退。咦，也不怎么厉害嘛。白小纯精神一振，正要追去，可就在这时，那后退的冤魂目光中带着仇恨，身体大半崩溃的同时，竟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吼。随着嘶吼，整个世界轰然震动，仿佛地动山摇，天地轰鸣间，此地所有的墓碑上竟全部有冤魂飞出。这些冤魂密密麻麻，无边无际，放眼看去，一个个都狰狞无比，保持着死前的恐怖样子。在出现后，这片世界的死气更是瞬间浓郁到了极致。白小纯脚步一顿，双眼睁大，连连吸气，更是头皮发麻。这也太多了吧！如此多的冤魂盯着白小纯，尖叫一声，正要后退时，忽然的，远处的天地之间，一声超越天雷的轰鸣声回荡时，一尊仿佛可以支撑天地的巨大的魂影凭空出现。这魂影带着一尊地官，如同冤魂帝君，身体庞大，似能撑天。他目中有绿色的火焰燃烧，嘴角露出冷笑，手中拿着一把巨大的三叉戟，身体仿佛是由无数冤魂组成，可以清晰的看到数不清的面孔正在那里哭笑交错，形成诡异的声音。来了就别走了。这声音分不清是哭还是笑，回荡四方时，这魂帝手中的三叉戟猛地摇晃，向着白小纯遥遥一指，立刻一道惊人的波动，那个这三叉戟的四周扩散开来，仿佛蕴含着某种意志，顿时就让这片世界的所有冤魂发出更为凄厉的尖叫。轰的一声，这些冤魂从四面八方密密麻麻，以那无穷无尽的数量，疯狂地向着白小纯这里猛地冲来。甚至白小纯还看到在远处还有更多的冤魂加入进来，他的身体颤抖，发出惨叫。他这辈子还从来没看到这么多鬼，惊恐之下，白小纯狠狠一咬牙：“你家白爷爷不和你们玩了！”白小纯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前1000，若是排名没到也就罢了，此刻既然超额完成，且这里又这么危险，他立刻就没有了继续闯下去的心思，身体快速后退，手中取出七彩玉佩，正要捏碎时，远处那身体庞大的魂帝目中露出轻蔑：“你到底战不战？”沙哑阴沉，可却超越雷霆的声音从他的口中传出，回荡四方时，白小纯面色一变，被对方这么约战，他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于是猛地抬头。白小纯话语还没等说完，四周所有的冤魂也都齐齐咆哮一声，似在为他们的魂帝壮士。可白小纯却被这声音震得脑袋都刺痛起来，倒吸口气。若是那魂帝一人也就罢了，此刻所有冤魂都咆哮，看着那些冤魂冲天般的气势，白小纯觉得这些鬼太欺负人了。你们给我等着，今天累了，等我回去休息休息，下次来收拾你们。白小纯大吼一声，一把捏碎传送玉佩。在白小纯于这青色彩虹试炼时，外界的众人通过那特殊的玉简，花费一定的贡献点，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当他们看到白小纯在那无边无际的魂海中惨叫时，每个人都神色古怪。这青色彩虹的试炼与之前不一样，其考核的重点是在这魂海内坚持的时间以及击杀冤魂的数量。他们本以为按照白小纯之前的经验绝伦，在这里或许也能有一些特殊的表现。可当看到白小纯惨叫的逃遁时，他们先是一愣，而后又释然地松了口气。也难怪这白小纯止步在了这青色彩虹上，毕竟这试炼据说与蛮荒有一些关联，是让我被修饰，提前适应蛮荒而准备。哪怕是赵天骄大师兄，当年也在这里止步了一次，之后才一口气杀到了第1位。没错，我也听过这个传闻，据说这青色彩虹的魂并非寻常，都是来自蛮荒。这白小纯能第一次闯星空道级榜，就进入到500左右的位置，已是极为非凡了。看他的名次，应该是490多名，进入了前500，这已经不再是一堂天骄，而是一域天骄了。身份与地位将从此完全不同。在这外界的议论中，白小纯的身影随着阵阵白光的闪耀，出现在了星空道级榜大门外。当他出现的刹那，此地众人的目光瞬间就凝聚过去，那一道道目光里带着羡慕、复杂，隐隐的还有人藏着不为外人所知的嫉妒。这一切目光落在白小纯身上时，白小纯眨了眨眼，心绪松缓下来。他们都在看我。白小纯有些小激动，赶紧抬头看向星空道级榜的彩虹上自己的星辰排名。当他看到代表自己的星辰于那青色彩虹上散发出璀璨的光芒，排名已进入前500后，白小纯眼睛一亮。难怪大家都看我啊！白小纯咳嗽一声，他觉得自己此刻老厉害了，于是立刻挺起胸膛，摆出自己认为最具备天骄风姿的模样。真是的呀，太优秀了！哎，我要低调，我是质子。白小纯内心暗自舒爽，这种被万众瞩目的感觉让他很是飘飘然，忘记了之前在青色彩虹上的狼狈，抬起下巴，袖子一甩，享受着四周人的瞩目，大摇大摆地向前走去。一路走去，但凡是看到白小纯的弟子，一个个目光中都带着尊敬。
而他原本是可以飞出去的，可一想到自己现在这么风光，已是星空道级榜前500的天骄了，于是觉得不能骄傲，要平易近人，要与大家多接触接触，给此地的那些同门道友一个近距离膜拜自己的机会。还是我想的全面。白小纯深以为然，于是走路前行。他前方的弟子随着白小纯的靠近，立刻彼此散开一条路，使得白小纯这里心底舒服的不得了，甚至还抬起手向着众人打招呼：“大家好啊！”白小纯觉得这一刻的自己距离人生巅峰也都不远了，只是可惜这四周的人才数百，要是人再多些就好了。白小纯有些遗憾，在这众人的目光下，他慢慢走远时，人群内有一个女子，此刻正看着白小纯的背影。这女子穿着绿色的长袍，四周很是冷清，不是没有人愿意接近，而是在她的四方存在了阵阵森然的寒气，使其他弟子刚一靠近就很不舒服，心神不宁。而他这里从始至终都在关注白小纯，看着白小纯那得意的身影，女子掩口一笑，目中露出一抹奇异之芒，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女子抬头看向星空道级榜的大门，双眸内闪过一丝神采。这女子正是公孙婉儿。进入到了星空道级宗后，他就与白小纯一行人分开，早就到了空域彩虹，甚至都成为了绿袍弟子。此刻他目中神采浓郁，显然对这星空道级榜也升起了不小的兴趣。白小纯一路慢悠悠地走在万星彩虹上，人多的时候，他还会轻咳几声提醒别人自己的存在。尤其是他回到了空域彩虹后，刚走出传送阵的刹那，立刻耳边就听到了传送阵外的惊呼声：“是白小纯！”星空道级榜排在490多位的白小纯。这声音传入白小纯耳中，随着他身影在空域传送阵上清晰浮现，这四周原本排队传送的众人，一个个都目中带着浓浓的艳羡，甚至还有一丝狂热。在这阵阵呼唤声中，白小纯整个人也都激动起来，他觉得自己终于彻底地享受到了身为天骄的感觉。感慨之时，白小纯脸上带着微笑，索性站在传送阵上不走了，向着大家激动地挥手：“你们好啊，大家辛苦了，道友们，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辉煌，这是我们空域的荣耀。”每一次挥手都会引起阵阵呼声，此起彼伏。可白小纯停留的时间太久了，慢慢的，空域彩虹传送阵四周的修士一个个有些发懵，看向白小纯时，神情慢慢都开始变得奇怪起来。这白小纯，他怎么不走了？这个他表情有些不太对啊，我怎么感觉他和以往看到的那些天骄有些不一样呢？在这众人神色古怪时，白小纯立刻反应过来，有些不情愿的走下传送阵，再次挥手，慢吞吞的离去，直至回到了洞府。这一路上他走得特别慢，只要看到人就立刻含笑点头。虽然他的闯榜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可星空道集宗太大了，还是有不少修士不知道这件事，在看到白小纯的笑容后都有些茫然。这就让白小纯有些不高兴了，他觉得此刻身边缺少一个去四下吹捧之人，毕竟自己现在这么厉害，这么有身份，可总不能自己去逢人就说啊。星空道集宗的消息传播太慢了，不行，我要想个办法。白小纯回到洞府后，越想越觉得这么辉煌的事情必须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才是。徐宝才的作用除了帮我打探消息外，还有就是去宣传啊，把它放在下面太浪费了。想到这里，白小纯立刻给徐宝才传音，让他安排一下客栈的事情后，赶紧飞升上来。徐宝才一听此事，在客栈内也都振奋，他心情雀跃，觉得自己的用处终于可以更好的体现了，又琢磨着一定要让白小纯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于是赶紧传音：“少祖，你听我的，我徐宝才对这一切最擅长了，按照我的判断，很快的就会有人去拜访你。你记得一定要在人来的时候表露出一股不甘之意，表达你会继续闯榜。你越是这样，就越是在别人看来潜力无限，万万不可在来人拜访时炫耀啊。”白小纯收到了徐宝才的传音后，觉得太对了，于是思索片刻，在脑海里琢磨一番，这才打开洞府大门，站在那里留意四方的动静。哎，有些头痛啊，按照徐宝才说的，估计接下来这些天来拜见我的人一定很多很多。白小纯轻吁一声，从储物袋内拿出法镜，照了照后，神色一动，立刻收起镜子，背着手，神色肃然，摆出一副深沉的模样，目中带着深邃，仿佛悟道，抬头看着天空，一股空灵之意在他身上油然而起。不多时，几道长虹急速飞来，正是神算子、张大胖二人。张大胖的修为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居然到了筑基大圆满，甚至身上还存在了一丝雾气，这雾气似虚幻一样凝聚在他的身体外，很是奇异。神算子一身结丹初期的修为一样不俗，他二人之前都被白小纯的闯关震动，此刻临近后，他们立刻就看到了白小纯的造型，顿时内心在震。这一刻的白小纯让他们有一种高山仰止之感，尤其是云风吹来，掀起白小纯的黑发，以及吹动了衣角，加上他目中的深邃，使得白小纯整个人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少祖、小纯、张大胖二人刚一靠近，二人话语出口，还没等说完，白小纯这里袖子一甩，神色内露出一股执着，目中更是露出不甘之意。
你们不用劝我了。白小纯偷瞄了一眼二人，立刻开口，话语一出，张大胖与神算子都愣了一下。